平安为了娶宁瑶送的聘礼究竟有多夸张，竟然把整个剑气长城都看傻了。谁能想到剑气长城几万剑修这辈子见过最离谱的一份聘礼，不是哪个万年大姓拿出来的，是一个外乡小子拿出来的。2件仙兵打底，没人是1万年没下过城头的老大剑仙，聘书是文圣亲笔。要明白这有多离谱，先看剑气长城的行情。这地方几万剑修住着，能拿出1件半仙兵当聘礼，就够整座城热闹一阵。真正的仙兵几百年才在10几个万年大姓之间转手一次。横向对比下，富可敌国1000年积累的老龙城福家，整个家族都没有1件名副其实的仙兵。然后陈平安来了，一个外乡人，一个纯粹武夫，一个电气只到下5境的半吊子，开口就是2件仙兵打底。第1件佩剑剑仙，仙兵品质；第2件法袍金礼，为了把他从半仙兵升到仙兵，他咬牙拿出了飞升境修士陨落才会出现的琉璃金身碎块赌了一把，但只看到这就以为他在炫富，那就误读了。真正懂行的人看到这份单子是要冒冷汗的。陈平安自己是武夫加剑修，剑仙和金礼是他保命的家当，远游千万里都靠他们护身，纵出去意味着他下一场大战少2道底牌。纳兰夜行直接问他，你不是答应要当剑仙吗？为什么把仙兵剑送出去？陈平安那段话讲得特别清醒，若是在我手上能在下一场大战更能护住宁瑶，我就不送了。听明白了吗？这不是少年人砸锅卖铁的义气，是一个走过3州山河的男人冷静计算过，剑给他带比留在我手上更能保他。年轻时谈恋爱总爱说我把命都给你，听着热血，其实没用，真正贵的不是热血，是精算之后还愿意为你倾尽所有。我宁瑶喜欢的男人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的大剑仙。听好了，我是一名剑客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聘礼之外更离谱的是媒人。陈平安心里相中的媒人是坐镇剑气长城城头1万年没下来过的老大剑仙陈清都。这位老神仙连陈家自己嫡传子孙的红白喜事都没破例下来过，换别人开这个口都觉得疯了，但他还是去了，因为他心里有一条线，为了他这点脸我能不要？结果陈清都不但答应了，还顺手一剑解决了剑仙那把佩剑里浩然气和道法打架的本命隐患。媒人没做完还附送大礼，聘书更夸张。文生老秀才袖子一摸，掏出一份不到100字的聘书，向一整个文庙集体替陈平安在桌上盖了一个章。这100字背后是他拉上一群文庙圣贤齐心合力真字琢句推敲出来的。读到这一段会鼻子酸。陈平安一直觉得自己是家中长辈都已不在的孤儿，要去提亲都凑不齐一个像样的长辈，但其实他从来不是没有长辈，只是他自己不敢认。老秀才这一袖子聘书就是在告诉他，孩子你有人，最戳人的还在后面。你要外公姚崇道一直绷着不肯松口，临死前留下一句无需登门求亲了，巨头巴脑的我不在乎，这是中国式长辈最别扭的表达。嘴上说我不在乎，翻译过来是我认了你。那些倔强的别扭话里藏着的全是怕自己软下来后无法收场的爱。一个倔了一辈子的老剑仙，最后用命替陈平安扫清了最后那道门槛。把这些叠在一起看，陈平安送出去的从来不只是2件仙兵，他送的是那个泥瓶巷里饿肚子盯着墙上小鱼干充饥的少年，是孑然一身远游千万里一脚一脚走出来的那些路，是他每一次本可以耍滑头但偏偏选了笨办法的那些坚持。我看完这一段最大的感受是，这不是修真主角秀肌肉，这是一个普通人对世界的宣告。你选了一个泥腿子，但这个泥腿子现在能给你天底下最好的东西，这才是这份聘礼真正震撼的地方。他打破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个谎言，出身决定一切，你出身在哪里决定了你的起点，你愿意为谁拼命决定了你的终点。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机会送出仙兵，也请不起文圣写聘书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剑仙和经理，可能是攒了5年的存款，可能是放弃的一份高薪，可能是熬夜陪过的病床。真正的聘礼从来不是物件本身，而是我把我能给的最好的毫不犹豫给你这件事。陈平安能做的事很难，但他能做，我们也能做，不是因为我们都有他那样的际遇，而是因为爱一个人本来就该是这样。